你看过钻石吗？因为数量稀少、璀璨透亮，在市场上具有相当高的价值。某些国家甚至会因为钻石的开采权而引发战争。但你知道这么贵重的钻石，成分竟然和每天用来写字的石墨铅笔来自同一个元素碳吗？你或许会想，明明钻石与石墨铅笔的外观、硬度都完全不一样，怎么可能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呢？事实上，这种同样元素组成不同物质的概念，我们要从共价键的概念开始讲起。在非金属物质中，有时候物质为了使原子内部的结构稳定，会想要取走临近原子最外层的价电子，但因为两个非金属原子的活性差不多，无法轻易的取走挪为己用。最后这两个非金属的原子一起共用两原子最外层的价电子，而共用价电子对这两个原子核产生吸引力，这个现象我们就称为共价键。而共价键所组成的共用价电子的一个小分子，我们称为分子物质。这些共价键还是具有连接能力的，也就是除了连接共用单一原子的价电子之外，还可以连接100个、1000个、千万万个原子的价电子。这种由大量原子以共价键延伸结合的物质，我们就称为共价网状固体。共价网状固体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连续性结构，我们没办法数清它到底是由几个共价键所组成的，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也正是因为有着无数的连结结构，所以共价网状固体的连接力很强。如果想要使它的化学键断开，则需要有很大的能量。你可以把共价网状固体和单一共价键想象成由麻绳编织成的整片渔网和一小段麻绳的差距。而以整体的分子物质来说，共价网状固体的熔点和沸点都较高，硬度也很大。生活中常见的共价网状固体有石墨、金刚石、硒与石英等。其中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只是碳原子与碳原子之间的键结方式不同，就成了两种不同结构的物质，有着截然不同的硬度与导电性。而这种由相同元素组成相异结构的物质，我们称为同素异形体。我们一一介绍常见共价网状固体。石墨是质地较为柔软的结晶固体，铅笔笔芯和润滑剂是由它制成的。石墨具有一层一层的平面结构，在每一层中，每一个碳原子都与同一平面中的另外3个碳原子相连接，构成无数个六边形的蜂巢式平面网状结构。不过，在石墨中的层与层之间并没有共价键连结，反而只有微弱的吸引力，因此石墨的层与层之间在受到外力作用时非常容易滑动，甚至会断裂。而石墨是非金属中难得具有导电性的物质，导电的原因是因为碳原子连接3个原子后，多出来的价电子在石墨通电时，会在层状结构中移动，达到导电的效果。接着介绍金刚石。金刚石其实就是钻石。在金刚石的晶体中，所有碳原子都以共价单键的方式和相邻的4个碳原子连结在一起，形成四面体形状的立体结构。而这些四面体又会再连结成3度空间的网状结构。由于全部的碳原子都以共价键连结，所以金刚石的硬度非常大，可以作为工业上的切割工具。也因为没有多余的价电子在晶体中移动，因此金刚石无法导电。此外，金刚石也具有良好的导热性。
再来是硒，硒在自然界中通常以二氧化硒的形式存在，在高温的炉中可以用碳还原二氧化硒得到硒。硒是制造太阳能板、半导体的重要材料。它的晶体结构与金刚石非常类似，每个系与邻近的4个系以共价键连结后，形成四面体。无数个四面体又会形成3度空间的网状结构。最后是石英，它能够耐高温，可以作为耐热板的主要材料。它是硒最常见的化合物之一。在石英的晶体中，每个硒原子与邻近的4个氧原子以共价键结合，每个氧原子则与邻近的2个硒原子以共价键结合。硒与氧原子的数量呈现1:2，以 SiO2 表示。最后，我们来统整今天的所学。非金属原子之间会发生大量原子以共价键延伸而形成网状构造组成的共价网状固体，依不同的种类各有不同的键结结构。常见的共价网状固体有石墨、金刚石、硒、石英，它们有结构连续、坚硬、电与热的不良导体、熔点与沸点极高等特性。想一想，如果有方法能够改变石墨的碳原子排列方式，是不是就能将低价的石墨变成闪闪发亮的钻石呢？这项技术是可行的吗？